是一块价值上万的琥珀，仔细看里面竟包裹着一只上古妖纹，它来自远古6000万年前。妖纹生前是一个特别狠的人，因为他居然自己去吸取恐龙的血液，没想到吃得太饱，飞到松树上想休息一会时，却意外的睡了过去。可好巧不巧，松树突然溢流出黏糊糊的树枝，将他牢牢给捆在里面。时间一久，树枝硬化成了琥珀。直到今天矿工在干活时，突然发现了蚊子已经被融合一体，科学家立即拿出他在拼某某上买的电钻，把琥珀穿出个小口，再用针管扎入妖纹的小屁股上，然后提取出含有恐龙血液的 DNA， 又用青蛙的 DNA 进行结合在一起。经过长达1年的时间，科学家成功制造出一些白蛋。等这些白蛋孵化时，人们都露出期待的小眼神，没想到竟真的是一只小恐龙。众人都高兴极了，仿佛自己就是恐龙的再生父母。特别是穿白大褂的老头，他似乎发现了赚钱商机。没错，他要用技术制造出更多的恐龙，然后花重金买下一个小岛，名为侏罗纪公园。为了避免出现意外，于是他特意去请来我们的男主和女主做安全顾问。男主平时生活中专门研究恐龙化石，但是他搞了一辈子都没见过真的。不过他今天就见到了。当他来到公园内部时，眼前的场景顿时让他惊住。他使劲地将女主的头给掰过来，吓得女主目瞪口呆。到底是啥玩意能让他出现如此反应？原来是一只体型庞大的万龙。虽然它体型庞大，但是它性格温顺，而且还是食草恐龙。男主他们高兴的久久回不了神。这时，老头却告诉两人，他这里还有更强大的霸王龙。Say again. We have a T-Rex. 男主听到顿时吓得站不稳脚跟，于是老头便带他们去研究室，刚好遇到即将要孵化的恐龙蛋，他们全部围了起来，静静地看着，还露出期待的小眼神。最终在众人的围观下，小恐龙也是成功孵化。男主把它抱在手里，询问科学家这是什么恐龙。科学家表示这是一只速度极快的迅猛龙，它不但攻击力极大，而且反应也很快，特别是具有堪比人类的智商。听完后，男主陷入了沉思，他丝毫不敢怠慢地来到迅猛龙园区，刚好碰到投食时间。只见一只奶牛被缓缓吊起，随后放进园区内部，伴随着奶牛的撕心裂肺的叫声后，铁架也是被吊了出来，只不过已经变成稀巴烂了。看来迅猛龙智商已经堪比人类，而且还极其聪明。这时管理人员说，迅猛龙每天都会撞击带电的栏杆，但撞过一次的地方都不会再有第二次。男主觉得他们是在找电力最薄弱的地方，想要逃出牢笼。为了公园的安全着想，他们晚上特意安排了一场会议。经纪人觉得迅猛龙迟早会逃出园区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。而男主也表示，人类与恐龙已经远超6000万年没有接触，同样也没进行了解，他们有多强大我们并不知情。如果一旦他们逃出园区，必定是一场腥风血雨。可老头却不以为然，他觉得自己的园区足够安全。于是为了证明这一切，他特意叫来了2个小外甥，隔天就带领众人成功进入侏罗纪公园。他们第一站来到的是霸王龙的园区，众人在原地许久都未曾发现霸王龙的身影。随后工作人员特意在里面投食一只山羊，2小孩全都露出期待的表情。可山羊喊破了喉咙也没看到霸王龙出来觅食，他们都被这一幕整无语了。经纪人忍着压抑的怒火在摄像头面前嘲讽老头，老头看他像个傻子都不带鸟他。没办法的，他们来到双脊龙的园区，可依旧没发现恐龙的身影。无奈的他们只能去下一站。男主觉得没意思，随后便下了车，带着众人来到恐龙园区的内部。突然他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，让众人呆在原地，自己则过去查看究竟。这是一只超越时代6000万年前的恐龙，不知什么原因让他瘫倒在地。于是女主用手电筒看了会他的眼睛，然后又在恐龙的巴巴中逃了起来。多年的经验告诉他，这只三角龙是得了相思病，只要能帮他触到对象，或许他很快就会自愈。正当他们要把恐龙带回去时，在监控室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，有一场极其强大的暴风雨即将来袭。没办法的，他们只能原路返回。可刚到达门口时，公园突然停电。男主觉得这一切来得有点突然，他心想着这次的暴风雨肯定不简单。无奈的众人只能停留在原地，打算在这里好好休息一晚，等明天再回去。殊不知这是霸王龙的园区，只见水杯缓缓出现摇摇欲坠的情况。男人也是从梦中惊醒，随后男孩拿着夜视镜观看园区内部，发现那只活着的山羊不见了。女孩顿时被吓得大气不敢出。突然车上的几人直接被吓傻眼了。随着镜头缓缓拉上去，一只恐龙突然映入眼帘。没错，这就是霸王龙。他似乎是发现了众人。男人看到直接丢下2小孩，火速跑命。他躲到附近的厕所里面。男主他们看到很是懵逼。突然一阵声音将2人目光吸引，眼前这一幕也是把男主看呆了。原来是霸王龙从园区内部逃了出来。女孩为了能够看清霸王龙，还特意开着灯光将霸王龙目光给吸引。不出意外的话，霸王龙也是来到他们旁边。此时的女孩居然还用手电筒直照着霸王龙的眼睛。霸王龙一气之下直接朝他们撞去，眨眼的功夫就把天窗给干落下来。2姐弟拼命的挣扎，生怕被霸王龙一口吃掉，但霸王龙已经盯上了2人，似乎一定要将其吃掉才心满意足。眼看吃不掉，于是霸王龙就用脑瓜子把车辆给掀翻，接着对着车底的发动机疯狂乱咬，奈何味道不好吃，他又朝着轮胎咬了几下，没想到臭的霸王龙大声哭了起来。眼看不好吃，那就通通毁灭吧，他使劲的将车辆按在泥潭里面。2姐弟看到这一幕，顿时被吓尿裤子。这时男主突然从车里拿出一根仙女棒，站在霸王龙面前使劲摇摆，
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把霸王龙注意力分散，没想到霸王龙真的被吸引住了。于是男主果断将其丢在另一边。经纪人见状也拿着一根仙女棒走出来，他打算自己拖住霸王龙，这样男主就可以趁机去拯救梁姐弟。霸王龙一路狂追男人，男人在半路直接将仙女棒朝前面丢掉，刚好丢在厕所这边。一时间直接把厕所给干成稀巴烂。不出意外的话，男人也是被霸王龙一口吃掉这难得的美味。男主这边也是将女孩给救了出来，可当女孩站起来时，他就大声的喊叫，吓得男主火速将她的嘴巴给捂住，还一边和她说不要动。霸王龙体内里面有青蛙的基因，只要你不动，它就看不见。霸王龙来到两人面前闻了闻气味，怎么又是这个熟悉的味道？气得霸王龙直接朝着汽车撞了起来，同时也把两人整得一懵一懵的。随后男主带着女孩打算逃离这个地方，不料到霸王龙居然把汽车直接从上面丢下来了，幸好男主及时躲，而汽车直接砸落在大树上。原来这一切都是这个胖子搞的鬼，他故意把公园的电闸摧毁，为了就是能顺利偷些恐龙样本去卖个好价钱。不料雨天公路太滑，他一个没注意直接扎进了大坑里，真是恶有恶报。无奈的他只能下车查看。这时突然一只双脊龙来到他眼前，胖子直接亚麻呆住了。双脊龙张开面门朝着他就是喷上一口毒液，吓得胖子立即躲到车内。不料车内也有一只，就这样胖子直接去见了太爷，装着样本的瓶子也随之掉落。男主这边也是爬到大树上面，把车内的男孩给营救出来。另一边，女主和一名工作人员来到霸王龙园区，但这里的一切已经成为了稀巴烂。他们在草堆里成功找到经纪人，可女主不管在旁边怎么找，就是找不到男主他们。正当他打算进一步查找时，经纪人忽然猛地惊醒，他看向地上的小水坑，只见水面上发生一阵晃动，顿感大事不妙。于是他着急的叫女主他们快点逃离这个是非之地。他们坐上车后，立马一脚油门离开。霸王龙突然从后面追了上来，吓得车上的几人疯狂乱叫，眼看霸王龙就要追上来咬到他们，经纪人突然不经意的把手当给推上去，速度立即加快了不少。追了半个小时的霸王龙也是缓缓放慢脚步，几人这才从龙口中捡回一条命。但事情并未结束，早上男主带着两姐弟逃了出来，可这时他们似乎发现了某种恐怖的东西。只见男孩苦中带笑的战术性往后退去，是一群四脊龙朝着他们这边追来。几人见状拼命的撒腿就跑，奈何四脊龙的速度惊人，一下子就追上他们。可四脊龙的目标好像并不是众人，更像是有东西在后面追着他们。于是男主众人迅速躲在一旁的枯木底下，等龙群过后，他们迅速爬起来查看，原来是霸王龙来到这里觅食，他一下子就抓到一只四脊龙，随后活生生的将其咬死。看到这一幕的男主选择带两姐妹逃离这里，他们来到公园边缘，这里被围栏死死围住，并且还附带着1万的伏特加。男主作死的将手放上去，这男人简直疯了，他居然把手放在1万伏特加的铁网上，下一秒看到女孩被吓到，他得意的回头露出幽默的笑容，可突然不远处就传来一阵可怕的声音，吓得他们迅速爬上铁网，没一会的时间他们就从里头翻了出来。而小男孩偏偏这时出现了意外，随着警告声响起，在工作室的老头立即叫女主去把电闸打开。此时的女主已经打开电闸，小男孩还在磨磨唧唧，突然电流抵达现场，男孩直接被电飞掉落下来，幸好男主及时接住他，但男孩已经没了呼吸，没办法的他只能进行人工呼吸。经过男主的一段操作下，男孩也是成功被男主从阎王门口拉了回来。随后男主将两姐妹安顿好后，就立刻去找女主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们也是成功找到了彼此。女主跑上去紧紧抱住男主，这时正在吃东西的女孩手臂突然抖起来，原来是男孩背后出现一只迅猛龙，吓得小女孩立即带着弟弟躲到厨房。这时的迅猛龙也闻着气味来到此处，没办法的他们只好和迅猛龙玩起了捉迷藏。迅猛龙突然停下脚步，他似乎是察觉到旁边有东西，于是他假装走了。正当女孩放心之际，突然他故意打翻碗盆砸向两姐弟，顿时吓得女孩加快脚步跑到另一边躲起来。男孩不小心弄掉一把勺子在地上，声音顿时引起了迅猛龙的注意。迅猛龙直接跳在桌子上面寻找，很快他们就找到发起声音的地方。你以为男孩要完了吗？不可能，女孩在另一边用勺子发出声音吸引迅猛龙。看到迅猛龙要过来，他立即躲在柜子下，可偏偏这时铁门愣是关不下。迅猛龙也是发现到他，直接朝着女孩猛地撞去，没想到是一面镜像，看来迅猛龙的眼神也不是很好啊。于是女孩趁机带着弟弟跑了出来，正好碰上回来的男主两人，他们得找到公园的安全系统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躲掉迅猛龙的追击。这时迅猛龙也是追了上来，男主拼命的堵住大门，阻止迅猛龙进来内部，而女孩拼命的查找系统修复。正当男主要堵不住时，
千钧一发之际，女孩找到了安全系统，大门也随之被关闭。迅猛龙成功被他们堵在外面，但问题并未解决。他们要是不离开这个地方，迅猛龙迟早会破窗而入。老头这边接到一个电话，是男主打来的，他让老头立即向陆地请求派出飞机来支援，不然他们会全部丧命于此。话还没说完，迅猛龙就要闯进来，男主立即拿起枪扣动扳机，打了几发子弹。紧接着，男主他们立即爬上天窗。这时的迅猛龙也破窗而入。男主爬在上面时，突然意识到了什么。聪明的迅猛龙似乎也知道他们在头顶，突然他顶开了天窗。男主见状，直接朝他狂踹了几脚，疼的迅猛龙畏缩回去，同时女孩也随之掉落。幸好他及时抓住边缘，于是众人立马将他拉了上来。他们从通风口跑来大厅这边，这里布满了许许多多的迅猛龙骨骸。正当他们从上面下来时，忽然一旁传来迅猛龙的声音，他的到来顿时把众人吓得神经绷紧。于是众人迅速跳到迅猛龙的骨骸上面，迅猛龙突然朝众人跳了过去，骨骸直接被一分为二，小男孩一个没抓稳，纷纷掉落在地上。第二个就是小女孩，接着就是我们的女主，然后就是我们的男主，骨骸也随之掉落砸向众人。当他们站起来时，迅猛龙全部将几人给围起来，左边也来了一只。现在他们已经进退两难，难道他们要完了吗？不可能！正当迅猛龙要朝男主冲上去时，突然被一个血盆大口将其咬住，是霸王龙。女主他们顿时傻眼了。另一只迅猛龙看到同伴被咬死，于是他直接朝着霸王龙冲了上去，趴在霸王龙背上就是一顿疯狂乱咬。男主他们则趁机逃跑。这时老头驾车带着经纪人来到外面，他成功接走众人逃离这里，而迅猛龙不出意外的也是被霸王龙咬住，随后一口将其甩向另一边，狠狠砸碎骨骸。最终，老头派来飞机把众人全部接走，成功逃离这个奈布拉岛。至此，全片结束。我是七哥，欢迎你的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